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今天大家还好吗？可以在今天这个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哦。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后来的我们，这是一个爱情占卜哦，也是大众占卜。那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有益的讯息。若是不符合的话，可以参考其他的两组哦。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所抽到的主牌哦，它是一个魔法。好，那这个主牌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它的能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们都说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呢，你是具备有这样的能量的，把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可能。那而且你会有千奇百怪的法器，对，你会想尽各种的方法达成你的目标。好，那我们再来看它的紫色哦。紫色其实它也是一个疗愈的色彩哦，它是可以让你的身心都达到平衡。再来我们可以知道哦，其实紫色呢，它是对自身是非常的了解的，他很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那想要什么，需求是什么，那他找到他内在的平和，然后呢，去释放一些比较深度的情绪，不论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因为事情而感到悲伤，那这个紫色它都能够带来内在灵性的一种和谐，还有一种宁静。那我们都知道紫色在色彩能量里面是属于最崇高的色彩，它代表了自信跟尊贵。所以你抽到这张主牌，相信你是一个对自己非常了解而且非常有自信的人。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排今天呢这个牌面上面所抽到的牌有哪一些哦。首先呢有钱币7，还有女祭司的逆位，还有权杖侍者，以及星星牌的逆位。权杖侍者也是逆位哦。然后再来就是世界牌，还有审判，以及权杖骑士，跟钱币王牌，还有世界牌跟权杖王牌。好，这是我们第一组所抽到的牌卡哦。星座的能量呢，大概有金牛、巨蟹，还有火象的，像牡羊、狮子、射手水瓶。再来就是还会有射手射手我们刚刚有说过了。好，大致上星座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哦。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塔罗牌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主要的能量我们刚刚已经讲解了，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目前我所看到的，我们讲一下对方的一个个性好了对方的个性可能就是会比较孤僻一点，好，然后比较可以说比较神经质一些，对，或者是说他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会隐藏在心里的，好，那不是会主动说出来的，那本身也比较怯懦一些，对，那当然他对事情的看法呢，也通常会比较会容易有负面的
情绪，或者是比较悲观，然后比较不会很主动，对，不主动，然后会是一个比较需要鼓励的人，好，需要被鼓励的。好，那我们这边有看到哦，他目前你们现在所发生的情形呢，应该是，他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人，然后对于你呢，他一直深感好像配不上你，他会觉得自身好像，跟你不是说很适合。那或许在身边，有人一些否定啦，不看好啦，或者是负面的言语啦，或者是不赞同等等，给他的打击还蛮大的哦，所以他对自我算是呃比较会没有安全感，然后他也害怕这一切哦会失去，担忧，好。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是远距离，好，远距离，你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那他也觉得这样的距离会影响你们彼此的交往，所以这也是他担心的一点。那再来，当然也有可能，你们是最近，也许最近可能刚认识的时候是在一起，但是可能即将会有一些变动，比如说会有人要搬家，或者是有些人会要移居到别的城市等等，好，这些那影响了，担心害怕影响你们彼此的感情，对，好，然后所以他这样子看下来，目前是他的心情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再来看看哈，那这边的你呢？你给我的感觉是，你应该是一个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的人，然后你对自己是，就是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下的决心的，或者是自己想要的，你就不会去考虑到别人。不会去听别人给你的不同的意见，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容易改变，你是属于一个不容易改变，你自己下了决心，你不会因为别人的建议啦什么或者是否定啊，或者怎么样而改变你的决心。好，你是一个就是蛮执着的人，对，只要你认定了，你觉得他是对的，你就会勇往直前，对，你会朝着你的目标，一旦你决心下了决心，你就一定会朝着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不为别人的闲言闲语，对，你就是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对，那这个机会呢，应该也开始不久，对，开始不久所以你们也是可能就是认识并没有很长久然后呢，然后你对他呢非常的主动，而且也非常的可以说是这个是这个对方是你所喜爱的，对，你很清楚的知道他就是你要的人。那当然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外界的一些话语，对，会影响了你们。还有再来就是可能对方对自己也比较没有自信，对，所以他反而是比较属于被动的，比较担忧的，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好，但是呢，这边看到的呢是你们之间呢，对，是还是最终你们是会有好的结果的，对。但是这个过程呢是需要克服的，对，这不是那么的顺遂哇，一路的祝福啦，好，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进行下去，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困难哦，因为这个
是需要时间的累积，好，要等待，好，等待时机。那因为你们看来也属于开始嘛，好，那所以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那所以，但是这边可以看到，你们是可以达到你们的目标的哈。除了你们刚刚有抽到的主牌魔法，你是有能力的以外呢，你们还有世界牌哦，两个都有世界牌的正位哦，所以你们是有能力可以达成好这样的一个缘分的哈，会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在。好。那你这边呢，可以看得出你非常的积极主动，目标明确，但是要建议的就是你要对方其实还算是一个蛮心思细腻的人，对，他需要就是理解，对，然后要有一些就是多一点的情感交流，对，然后多一点的沟通。好，那你这边是比较对，看起来就是会比较很单一，好，那也很明确，但是我想对于对方他的个性可能是属于比较柔和一点的，对，需要一些需要多一点的安全感，所以在沟通上面，我觉得可以多给予沟通，然后多给予鼓励，对，然后多给予他一些安全的感觉。我相信这个后面这样的感觉，好，无论你们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你们都有办法克服。对，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对，这样子看下来是没有问题的。看一下我们第一组的神谕卡哦，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或者是有一些补充的讯息要让我们知道的。好，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愤怒哦，我相信你，对于你们之间的感情呢，你是不满的，对，你是有话想说的哦，那所以呢，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哦，那这是可以理解的哦。但是我想这个，不管情绪是怎么样，我们除了愤怒之外，我们还是需要解决问题。好，所以呢，接下来是沟通，沟通就是你们很需要，现在目前当务之急最需要的就是多跟对方沟通，多建立一些彼此的信任。好，那所以沟通对你们来讲呢，是现在最急于的，让他产生了对你的就是信任，好，然后也相信你们的未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想，对于他才会有安全感、安定感，然后也才能付诸行动，对，才会采取行动。那因为现在他的担忧、害怕还是需要你多用沟通来解决，对。所以呢，现在就是他也许在表达上面比较不善于哦。那对，所以你在沟通这方面也是一样多谈一些你们的未来，多聊一些你们内心真正的一个想法，去建立你们的一些连结。好，那这个是给你的建议哦。再来这边就是一个将知识转为智慧哦。对，那聪明的你呢，我相信你可以将你过去的经验，过去所学到的，或你读到的，或你认知到的，都把它付诸于行动，将这些理解，将这些的过去前人所得到的一些经验，那让他在你这段的感情里面呢，能够告诉你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这个问题哦。
我相信你是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办法的哦。好，那再来就是对你所爱忠诚哦，选择你爱的，爱你所选择的哦，你选择了就相信自己的眼光，好，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去就是怎么讲，就是让自己呢更能够真诚的表示，对，然后不要隐藏自己对爱的一些不管是行动啦或言语啦各方面哦，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很直来直往的啦，哦，很真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所以就是对你所爱的忠诚。好，现在的你呢，情绪是正高昂的哦。你们现在是一个刚开始的，哦，要建立起的，所以是非常有热情的。对你来说，哈，你是非常有热情、有目标的。好，那再来就是要学习克服恐惧，对。这个新月是在天蝎座了，哈。那恐惧，当你害怕一件事情，你一定会有恐惧嘛？可是恐惧没有错，它只是一个行为。可是我们要真正要把问题解决，还是需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克服恐惧，然后真正的采取行动，对，然后真正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去解决问题才是我们的重点，对，所以一定要学习克服恐惧，然后看清问题所在，找出那个问题的原因，然后去解决它。好，克服这样的一个问题才是真正我们要做的。好，那这边有讲到一个宽恕跟学习哦，对，要懂得去原谅，好，原谅他人。然后呢，当你去疗愈过往，也许你过去也有曾经有一些不是那么愉快的一些感情，好，那就希望不要造成你好之后交往的一些阴影，就放下，过去是过去，而且每一段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需要放下过去，然后去展望未来，看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好，那你放下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疗愈啦，然后去抚平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你会在当下体会到更多的爱，对，所以宽恕是需要学习的，这是很重要的哦。好，那再来就是讲到前世的关系哦，你跟对方是有很深的连结，对，他告诉你说过去你们是早就认识的，所以你跟对方一定会有那种似曾相识啦，很熟悉啦，你有看到彼此的就是那个会觉得很像，好像似曾相识，曾经有在哪见过，对，然后很容易聊得来，那这就是一个前世的关系，所以你们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哦。好，那再次证明你们是灵魂伴侣，双胞胎般的热情恋人。就是说你们有很多的想法啦，各方面的看法可能都还不谋而合，就是还蛮相同的，所以你们会有那种心灵就是有对到，然后会觉得沟通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哈。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可能你们这边有一个3个月了哈，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已经认识3个月那或3个月前认识，或者是就是跟3个月很有关系的好，那再来就是电信引发的相遇那此时呢，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远距离的问题那可能现在或未来都会透过
好，这个电信包括网际网路啦，或者是手机啦、电话啦，或者是像一些那些交友软体啦等等，好，你们都会透过这一些好认识的，也许过去也是因为这样子而认识的，或者是说你们未来可能使用手机然后做联系会非常的密集，对。好，这边会讲到电信引发的相遇，所以有可能你们是也是比如说就是对方的一个电话号码啦，或者是谁给了你一个电话号码，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电信的这样一个关系联系上的哈。好，这边再来一个创造者。什么是创造者？你就是创造者，对，你就是一个可以创造事物的人，新事物的人。就像刚刚我们开的主牌，你是有魔法的，你是一个可以创造任何你想要的事物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创造者很有能量的，很有力量的。好，然后他这边要讲的就是说他说神创造了你是你无法被改变的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他认为你是一个伟大的是一件伟大的作品，然后让自己发光发亮，然后去下功夫在自己身上呢下功夫，然后现在呢此时此刻是你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了，对，就是你就是创造者，真正的创造者是不在别人，所以呢希望你就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自己的人能够创造自己，是一个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的人。好，那再来就是重担那这边也是讲到说此时是改变的时候啦你有自己的山要征服，对，然后你有自己的梦想要去实现所以他这边就是希望放掉所有你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现在却认为是你们的那些怎么讲，就是不看好你们的，那当谎言消失，真理就存在了，对，所以呢放下你的重担，好，此时此刻不要一直认为是你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对，那很多事情是要共同面对的，然后彼此分担的，而不要把所有的重担都放在自己身上，要适度的去放下，然后寻求别人的分担理解。好，再来这边呢还有这边有个这边再次强调你有个新的机会，对，即将要出现了但是他这边要告诉你，就是要释放你手上的一些东西，然后真正属于你的东西才会到来，而且毫无限制的就会马上的出现但是就是放下过去，迎接新的机会。好，那再来就是这边是一个狼它逆位了，所以呢你的本能还有你的直觉目前是有受到阻碍的，对，是有受到一些就是不顺畅的情形发生但是这边要鼓励你的是，这都是一个过程，对，你遇到问题刚刚有讲过，其实这一段过程你跟他之后的这一段路其实还蛮长的一段路，还需要靠你们两个并肩作战并没有这么讲过，不是那么的平步青云啊，顺顺遂遂的并没有是还是会遇到一些反对的或者是负面的对于你们的这段感情，但是要告诉你的就是目前的受阻只是短暂的你还是要用你的魔法，对，你把你自己想成你就是一个魔法师
你是可以把劣势变成优势的，好，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相信自己。好，再来就是你的梦想是会达成的哦。好，那当然这边也有看得到有一些争执，对，也许跟对方，也许跟不看好你们的那些人，好，有一些争执的情形发生，好，那表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没有关系，我是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对，你要相信，你有一些目标要执行，这中间的石头啦，一些阻碍啦，木质什么都是需要你去清理的，对。好，再来就是这边有一个提醒，就是要注意到你最近的财务状况哦。那有可能你最近有比较大的花费，或者是有不小心有丢失了什么样的贵重物品等等。好，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然后再来这边讲到了新的人正在进入你的生活，对，确实已经有新的人了，椅子上是有坐人的咯。好，所以你们的新的缘分，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已经开始了。好，当然这边也讲到一个山它是需要克服的，需要克服的。我这边在开始的就讲过，这一段路程它是需要很多是需要被挑战的，然后需要你用你的智慧去克服，去达成你的目标，你的想法。好，那你要相信你是魔法师，你是有那个能力的哦，好吗？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组的所有的解牌哦。那若是喜欢64的解牌呢，就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然后按赞、留言、分享。64都是固定每星期五晚上8点会上片哦。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咯，好吗？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64讨论说，今天大家还好吗？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心情哦。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后来的我们，这是一个爱情占卜哦，也是大众占卜，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所以呢，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那若是不符合的话，可以选择其他2组来听听看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2组所抽到的主牌哦。这张是愤怒哦，哇，看得出来这张是一个非常能量非常强大的哦，然后又是一个红色所以更加深了他的愤怒感。那你可能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呢，你有很多的话想说，很想大声的说，有感受到你有很大的不满，很大的委屈，很大的不值，对，这是目前所感受到的就是有话想说的那种感觉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组所抽到的牌卡哦。首先呢，有权杖5，还有钱币2逆位，跟节制牌逆位，还有钱币王牌，然后以及力量的逆位，圣杯10，宝剑7，还有权杖公主，以及隐士牌跟皇帝。好，那这边的星座呢，大概有狮子、摩羯、射手、金牛、双鱼、水瓶、处女、牡羊，对，这大概是整个星座的能量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谈谈你吧。你应该是一个蛮敢冒险的，然后很有才华，对待他人也非常大方的一个人哦。然后对爱情也有非常崇高的理想，也曾经就是对未来的家庭，或者是另外一半呢，都有着
呃，都有一个先前的一个想象，好，都会有一些目标，好，不管你未来想要找的对象，还是你想要组建的家庭是什么样子，都会有一个构思，好，那也对感情是非常的忠诚，好，也是一个非常认真，好，不管是谈感情，或者是在工作上面，哦，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但是这边可以看得到你应该有发生了一件蛮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跟某部分的人，不是每个人，有可能你是跟存在的第三者，三角关系，或者是有背叛、欺骗的这种情形发生，所以你会非常的愤怒是有原因的，应该是跟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感受到非常的不尊重，然后有被欺骗的感觉，然后很不舒服。好，那此时的你呢，是处在一个就是可能已经断联了，应该是已经断联，然后不想原谅，对，因为这种背叛的心就是很愤怒的，非常愤怒的，所以无法原谅，但时常就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啊，常常就是寻找一些内心的一些声音，那可能是想要寻找一些解方，看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对的，要怎么做才能让这件事情有圆满的解决，但是又能够不伤害到你，对，所以此时的你其实是独处的时间非常的多，对，喜欢一个人躲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去想，想这整件的过程，然后想一些这件事情的未来的走向。好，那我们来谈一下对方，其实这个牌面上其实可以感受到对方现在目前是非常的冲突跟紧张的一个状态，对，还是很明显，牌面上面很明显的就是有感受到，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引爆了，那他目前是那有可能在工作上面有认识新的朋友，对这个朋友也是他工作上的伙伴的机会很大，有可能就是在工作上的同事，或者是有工作上的合伙关系等等，对，那现在处于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对，已经发生了，然后也让他处在非常犹豫不决，然后忐忑不安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他一直害怕面对，对，面对，然后嗯，没有自信，对，他知道你应该不会原谅他，对，所以他一直不太敢跨出那一步来
请求，请求你的原谅。所以现在目前是处在，对，他就是也蛮懊恼的，对，懊悔的都有，对，很多复杂的情绪。那对，还是迟迟不敢有所行动，他也不敢开口请求你的原谅。好，那这个目前来讲呢，这样看下来，其实你们是已经分开了，那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再继续呢？我们待会可以再看其他的牌卡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补充讯息哦。那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对方其实现在应该是都没有开口，没有表示因为他不善于表达现在现处的状况，他也不善于沟通，也不善于去表达他的感情，对，所以现在处在的状态是紧张冲突，对，而你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对这件事情无法谅解，无法去原谅他的这种背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神谕卡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或者有些什么样的补充讯息要让我们知道的呢？好，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了有泪水的负担哦。那这一张卡呢是一个信号哦，他讲的就是结束了一段关系哦，那你仍然会有一些抵抗，那有不甘觉得很不值。那在6个月前，他这边有一个时间大约在半年前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让你可能哭了好几次流了不知多少的泪水了。那这边是要告诉你，就是想哭就去哭吧，想尖叫想呐喊就把它呐喊出来，不要压抑因为这是需要宣泄的一个管道但我想若是真的在半年前那发生了，我想你可能泪水也都哭干了可能现在应该是一个疗愈期，现在应该算是还是一个慢慢要把自己的心境恢复虽然需要一点时间应该已经过了那种非常非常的无法抚平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了好，那另外一个呢，有一个灵性的讯息他说连接你的直觉，然后把你的感受写下来然后听取你自己的内在的声音你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因为我们刚刚在前面的塔罗牌，我们也看到了有隐士这个一直有在强调一些灵性啦直觉啦，这方面都是非常的灵验的所以你可以就是去深思你自己内在的一些想法。好，那再来就是有一个鹦鹉之灵他这边有特别要你注意的就是你的言辞，对，也许因为愤怒就所以在讲话方面可能太过刺耳，或者是有点让对方没有台阶可以下所以我觉得在你的言辞上面可以再和缓些然后态度在不要这么样的激烈，那我觉得让对方也比较敢把话说出来至少要有说话的机会嘛。那若是言辞太犀利，其实对对方也是一种压力他反而会选择逃避。那另外一个是蝴蝶之灵这边讲的是蜕变，蜕变是美丽的，对。那经过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你也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改变你也是会改变的
那被迫面对选择，你正发现美好，那放手去相信你是值得被拥有的，你是值得拥有的。好，那我想人就是要经过一些挫折，一些磨难，然后你才会成长，你才会觉醒。很多东西是这样子来的哦。那所以不是说坏事一定不好，其实会让你更了解自己，而且呢，会发现以前没有发现的事情，然后才会警觉到你是不是哪些在之前没有把它做好。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好，再来这边写的多看大格局哦。那满月是在射手座，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一直着眼在一些小的细节，或者是你一直过不去的那个症结点。其实有时候你可以看大的格局。好，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真正的感情上面就是这样子哦。你若是还有爱，其实都好解决。对，就怕已经不爱了哦。那若是还有爱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被解决的。对，所以很多这边在鼓励你要看大的方向，好，比较广面的，不要只看那些比较狭隘的点。好，再来就是要对你的梦想要有信心。好，那对，你是一定要给自己有信心。好，因为我相信其实不要太悲观。好，很多事情其实不要一直否定自己。好，那有些事情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我们可能选择的方式、处理的方法，可能对方不是能够接受。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鼓励，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更好，做得更好。好，那这边还有一个了解彼此哦。对，那这边讲到就是要向对方展露内心深处的自己，然后你们的连接会加深。对，一定要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深谈，把对方你的不满也表达，但是口气上我觉得还有言辞上面要真的是需要去做修饰哦。那把自己的想法让对方知道，那对方也一样会有同样的回馈。好，让彼此都能够了解，在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哪些做得不好，需要改正的。那另外呢，他这边要你表达你的爱。好，勇往直前，展现你的浪漫姿态，你是对他还有爱的。对，不要隐藏起来。好，让他知道你还是爱他的，而不要去背离你的原意。对，你是本来你就是爱他，那让他知道，其余就是看他的选择。对，也许他也是很想靠近你的，可是对，也许他现在就是不敢，不知道你会不会大发雷霆，或者是你选择不原谅他，让他没有台阶下，等等等等。好，那在这边有讲到你还没准备，你还没有准备好。对，那没有关系哈。他这边底下写的10天，所以是不是真的10天后，当然你可以看看，但是我相信这个时间点会很快很快就到来了哦。那我相信等你准备好了，你真正厘清了你最后你要的是什么，你真的不要这段感情，那什么都不用谈。但是若是你真的想要挽回，只是因为的那件事情的发生，伤害你的事情发生，然后让你一直过不去，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共同把心摊开来。对，也许你可以告诉他，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你这样子伤害，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告诉他，让他知道，让他这样不要再犯了。
或者是让他能够感同身受，有这样的一个能够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好，那然后呢，再来就是这边还有个现有关系出现正面的变化，它的时间点在8月，也就是下个月哦，所以我觉得时间会很快，很快会有答案出来的。那正面的变化呢，表示是一个好的，对，也许经由你们的沟通，你们再深入的了解，或在深谈，你们可能真正的可以感受到你们彼此是还有爱的，然后他也坦诚他做错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是看起来你们在复合的机会是很大的哦。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叛逆者，对，他要强调的呢，就是自己才是自己的主宰者，对，你才是可以改变结果的人，你是可以改变结果的人，对，就看你愿不愿意坦诚，用真诚，然后去解决问题。我觉得不要相信，当然永远有的人啊，就是顺其自然。其实很多东西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争取的。我们值得为这样的感情做一次的努力，去改变它，对不对？改变这样的结果，我相信我们自己才是真正可以改变结果的人。好，那再来就是源头，对，它所谓的源头，当然就是要我们去厘清真正的事情的原因，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它一定会有一些征兆，会有一些前兆，可能前面我们不经意的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或没有发现什么，或是什么事情还可以做得更好。对，在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再去找到它真正的原因在哪里。那我们找到了原因，我们就是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这样子，我相信你们之后的关系一定会改善的。好，那再来这边还有一个蛇。他要的就是你们可以重新再审视你们之间的关系，对，然后专注你们的未来，然后要有一些耐心，要能够容忍包容。那我相信谁都会犯错，每一个人都是会有做错的时候，只要有心，然后真正的想要改错，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哈。好，最后出现了这个彩虹那就是告诉你绝对会有一个好消息的，绝对是会有好消息来的。所以呢大家就放下这个对彼此的一个不满，然后我觉得先把自己的那种负面的情绪都让它释怀释放掉，然后让自己再重新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机会，对，那彼此再更加的珍惜。好，那这边有一个女人的一个牌卡，然后跟一个毛那我想这个女人其实应该指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不管你现在看影片的是男性还是女生，但是这一个应该就是指你，不管他的性别，但是他旁边的这个毛的意思呢，就是你找到了方向了，你终于找到了能够安定你的心的一个解决方法，对，你终于已经找到了，你已经找到了解方，所以呢再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机会。好，那这边还出现了一个深色的女人然后所谓深色女人，她是可能在肤色上面或发色上面比较偏深色的，比较深色的的女人
然后他这边对你可能会有遇到这样的一个女人的机会，那她是来帮助你的，因为他是建议你遇到这样子的女人呢，可以跟她建立关系，对，可以跟她建立关系，对，所以你大概稍微注意一下，你身旁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肤色或发色比较偏深的，然后最近呢一直会跟你找你谈或者是找你聊一些事情的人，你可以特别注意哦。好，那这边还有一个狐狸。好，那这个狐狸呢，有可能是指你，但也有可能指对方。它是讲的是在商业上，你是一个精明，然后足智多谋的人，就是蛮聪明的，很聪明的。那对，那这边就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然后另外一个是箭头哦，那这边讲的就是你正走在正确的路上，你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了，对。所以呢，这样子看下来，其实你们复合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大了，而且时间是非常的快了，非常的快了，甚至有可能你们已经正处在复合当中。好，那我觉得一段感情其实经营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啦。那你说轻易的被打破，轻易的放弃，其实当然会有很多的不舍。好，但是你想通了，这段感情到底你是不是要，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再来一次？我相信凭你的聪明才智，凭你的直觉，我相信你会给你一个非常正确的答案。好，那就祝福你们咯。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第二组的全部讯息。如果喜欢64的解牌，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64固定在每个星期五晚上8点准时上片哦。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64塔罗说。今天大家的心情还好吗？可以在我留言区分享你的心情哦。好，今天的占卜主题是后来的我们，这是一个爱情占卜，也是大众占卜。那它无法链接到每一个人的状况，那希望大家听取对自己比较有益的讯息。那若是不符合的话，没有关系可以听听看其他2组，那或许在其他2组就会有你个人的讯息哦。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第3组的主牌呢，抽到的是爱。哇，这个粉红，看到这个粉红色的这样子一个的主牌感觉就是满满的粉红泡泡，充满了无尽的爱。这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非常非常有爱的人那你也会非常的去喜欢自己忠于自己所爱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第3组所抽到的牌组里面呢有哪一些牌首先有爱人的逆位，还有恶魔牌、钱币9跟圣杯10，还有权杖2的逆位，以及圣杯3，还有钱币4，还有皇后、权杖皇后以及圣杯2。这是我们今天第3组所抽到的牌那对应的星座能量呢有双子、摩羯、处女、双鱼、牡羊、巨蟹、天秤。好，这是星座的能量可供大家参考。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方呢目前的一个情况。好，这边里面可能有交往中的，但也有可能是在已婚的
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也有可能这中间还有断联的啦，已经分手的。那我们就从这边看一下你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他那他现在的所处的情形那这边有看到就是可能有发生就是三角关系，对，有第三者的出现。那对，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有一些比较成瘾的习惯，那是你很在意的，你在意的一些比如说酗酒啦、抽烟啦，这是一个生活习惯上面的。那当然也有一些爱情上面的，也许就是对感情的忠贞度，对，会有是不够专一的那他也是一个比较，他会把他自己打理得很好的一个人，那但是他的关注点呢，会蛮注重自己，那对你而言呢，就没有像他对自己这么来的关心，嘿，那他也有可能他是，他有机会啦机会透过你们这样的一个感情呢，获得了现在的一个职位，对对，有部分的人是透过你的关系，然后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取得这样目前现在的一个可能工作上面的一些职位，或者是一些职别就是一个职称好，那当然我刚刚有讲到这边也有可能有已婚的啦那已婚的情形就是对，在你们的婚姻中有一些被打破了你们的一些就是信任关系，对。那就是在交往中的呢，就是可能在你们的对他而言对他而言可能没有把你们的共组家庭未来结婚这个把它列入在他的选项里面，他的规划里面。所以目前看到他的状况是这样子的对。那我们来看你这个状况那你有可能你是一个有很多爱的人然后你也非常重视、爱护、保护这段感情不管是已经已婚的还是未婚的你都是一个非常重视这段感情的人爱护有加。那你也有很大的包容你都会蛮体贴的，你都会替他着想。对，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善解人意。那你在职场上表现也非常的不错你应该也是一个女强人型的那在职场上面是有话语权的，对，然后你认为你和他是可以就是互相了解，然后是一个就是可以走得很长远的，然后你们彼此的爱是满满的，对，是可以互相理解的，然后可以体谅对方的，然后非常的对对方也非常的喜欢。好，那若是单身的人也有可能在近期你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对象你非常喜爱的一个对象。好，但是就是要很单身的可能再多些了解因为目前看来他不会只
追求你，对，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选择，对。好，那这边看来是再来就是你是一个还蛮会社交啦，朋友蛮多的啦，那可能经常参与家庭或者是一些朋友的一些聚会，好，然后这是可以看到的你在职场上是非常的能力非常强，对，然后朋友也蛮多的，好，在社交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频繁，非常的频繁，对。那目前看到是你们的感情状况那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神谕卡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讯息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的神谕卡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指引或者是补充讯息要让我们知道的呢？好，那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指导的讯息那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要连接你的一些灵感能力去感受你内心真正的需求，对，那他要告诉你的，你必须要这样子去做然后去连接你的灵感能力好吗？好，在另外一个就是业力的关系那这个业力关系呢，它有提到是你们前世已经相遇了，好，你现在所想到的那一位那个他是跟你在前世就已经认识的，然后呢在今生呢今世你非常的害怕失去，那你在接下来的2天，你看到这个视频后的2天呢，里面呢2天内你可以去感受到，可能会有很多的讯息，会让你知道，那包括这情感的一些转变啦，还有一些新的道路啦，还有一些成长学习的机会，那相信你们在下一世呢还会再相遇的。因为你们之间的爱非常非常的强大不会，即使今生没有机会续缘那来世也还是会再相遇。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业力关系那再来我们看到这边有提到一个就是虎鹤之灵，他这边强调就是要叫你拥抱中间点什么叫拥抱中间点？它就是叫你要取得平衡在哪边呢？在很多方方面面的地方你都需要比如说工作跟爱情你要取得平衡，那物质跟财务你也要取得平衡创造力啦跟与生俱来的或者是过去跟现在啦现实啦等等都需要去取得平衡所以这个他是希望你能学习到如何去取得这中间值。好，再来就是一个海星之灵，海星之灵它是对这种无限可能性的敞开它要就是说请你放下你旧有的一些信念然后打开你的双眼去感受一下宇宙要给你的好，那绝对是远远超越你对自己原来的想象，对，但是必须你要打开你的双眼跟打开你的心胸敞开你的心胸，你才能够接受这些新的机会。好，那我们再看就是再来就是这边有提到你要就说你要释放什么东西，你需要释放什么那这边要跟你说的就是要让你放下的是逐渐远去的事物这边是一个亏缺月那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有些情况已经过了巅峰期了已经过去了，那不管是好还是坏呢都要轻松以对，然后放下某事，不要再去强求，然后向前迈进，那很快就会有答案了那秋冬期是一个储备能量的时期他希望你这边能够理解到
那再来就是，沟通是一个关键。这边有提到沟通哦，因为你是一个不善于，就是把事情讲得很怎么讲，很有压力的。你希望很多事情就是轻松带过啦，或者是说所以你不太善于把重点把你的需求告知对方。好，你是需要多多沟通的，你是需要把事情讲清楚，然后做好沟通。那有一个部分可以帮助你，就是在表达沟通上面会有更有效，就是多阅读。对，它是对你在沟通上面是会有帮助的。好，好，那再来就是宗教因素哦。那有部分的人可能会有就是宗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限制啦哈。比如说你需要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是同一个宗教的，你希望的哦。那或者是说你可能必须要吃全素，好，等等等等。举例哈，就是类似有宗教这样的因素，它存在你们的感情之间。好，有部分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因为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牌面上，那确实是有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哦。但是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对，因为这个其实蛮多会遇到这样子的不同信仰但是他们还是共同生活的非常的好哦。好，再来就是财务跟事业哦。财务跟事业在你的人生当中占了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那他这边讲到财务问题，此刻是你爱情生活中的一个要素，对，可能你们之间也会有一些财务的一些问题存在。好，那接着马上就是一个物质金钱的障碍哦。在9周，它下面有了一个时间，好，在9周哦。那这9周里面呢，可能会让你在花费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超出你的预算。比如说你买了一些大件的物项，就是项目，比如说房子啦、车子啦等等可能超出了你原本的预算，所以使你在金钱上面产生了一些比较匮乏一点或者是说你在投资上可能也是有一些损失这个你大概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好，那这边再来就是再告知你你已经认识你的灵魂伴侣了。对，你现在所想的这一位呢，他就是你刚刚讲的前世有业力的关系嘛，你们前世可能就已经是认识的，然后在今生你们又在一起又是一个蛮有缘分的然后有心灵相吸的这样子的一个灵魂伴侣那再来它的时间其实15天所以这短短的2个星期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进展那你可以留意一下。那若是单身的话也是可以注意你若是单身，你一定也是在近期不一定说一定是刚刚好15天，但是很快的你就可以遇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那不管是从共同认识的朋友里面或者是朋友介绍的啦或者是你们会经常出入同个地方去遇见那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稍微一样也是可以留意。那这边有一个云的讯息他这边有提到就是有意识的创造有意识的就是是你认同的，对，你是有感同身受的去创造，然后精神跟物质上面呢是彼此的反应。对，你的精神你的物质上面好，精神就会好，那精神好，你的物质你的能量可能也是会相对的很好的。
那透过有意的将这两者去结合起来呢，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景哦。好，那再来有一个呼吸，呼吸的一个牌哦。那它是一个祈祷跟赞美哦，它的意象牌意是这样。那它是呼吸是灵感即将到来的一个讯号哦，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你近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直觉，什么样的预感来临，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或者是甚至在梦里面会有给你一些这样的讯息，然后让你去接受来自这个神圣的这样子一个的潜力然后呢，透过控制呼吸，然后来练习净化你的内心。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这也是等于疗愈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行为啦。透过一个呼吸缓慢的呼吸，我们人都会呼吸没有错，但是你曾经有特别去留意你的呼吸的一些感受吗？他这边要特别就是要让你去调整一些你的一些想法，借由身体，然后去慢慢的去感受到你这样子一个情绪的平缓慢慢的去缓和。好，那再来就是这边有出现到他有提到一个道德律。那什么是道德律呢？那我们讲说道德非黑即白就是它的是一条一条的规范，但是他要你的就是需突破我们制约的一个牢笼才能够达到自己内心的一个真相，看到生命它的本质所以不要被道德这种框架给束缚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而是你真正要自我觉知，你真正的认同，真正的去觉得那你这样的事情，你这样去做，你的事情才会往对的方向去走所以他说剪掉树枝跟树叶你倒不如砍断你的那个根因为那个根深蒂固已经很久了，那个症结点一直在那里，但是你没有去清除掉，你只清除那些枝枝叶叶的，其实没有把真正的关键点找到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更具有警觉性、觉知力，还有要更有意识然后去看待你的每件事情，去发现，去找出症结点、原因所在。好，另外一个是精神分裂他说你现在处的就是进退两难的状况不管做什么决定，你总是会怀疑自己的决定所以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再想了，两者都不要再想，留不留，继续不要继续，对在一起还是分手，我觉得先暂时不要想那么多你不要听太多人的建议，太多声音会干扰你真正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你太为他人着想，也会忽略了你自己的需求。所以此时觉得先放下，不要想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要真正去听从你内心，你真正要的是什么那精神分裂其实人是正常的情况那不快乐的话是一个分裂人格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你要成为快乐的人就不要太纠结，对，把事情想找出它的症结，你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推，那你有没有可能去改善这个情况，对，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找出我们真正的原因，然后有没有解方，对，有解方当然我们就继续下去，对，好，再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山的牌这个山的牌其实就是讲到你会遇到一些障碍瓶颈，那它旁边又出现了这个鱼那鱼的意思其实就是代表一些金钱财富啦、投资这些都算，那表示呢你在近期在显示就是说可能在资金
物质财产啦这些你的金钱可能真的会有一些的损失。那包括我刚刚讲的，当然这个鱼也有一个意象啦，所以有其他，因为这毕竟是大众占卜嘛，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意象是有可能你近期吃太多，或者是你的投资扩大，对，你把它投入更多的资金进去了，对，所以让你其他的资金的周转可能会有一些拮据哦。好，另外就是有个王冠那这个表示什么？对，你是受人敬重的哦，对，然后你近期也会得到一些别人的推崇，或者是你有一些晋升的机会，或者你有得奖的机会等等，都会在近期的到来。那还有一个闪电哦，他这边还是有强调，就是要控制你的怒气，等于说控制你的脾气啦，他说否则你会后悔哦。所以对，有时候就是会情绪一来，可能在言辞上面就会不是那么的好听，然后所以要控制一下你的脾气。对，好，再来最后就是一个狗群，它的意思就是跟朋友聚会啦，聚在一起，你近期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多多去吧，因为在去聚会的同时，你也可以让你的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困扰啊、烦恼啊，都可以暂时的怎么样，就是解放、释放，然后让一些朋友，然后让心情好一些，然后回去可以再去把你的思绪重整一下，然后再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好，那这就是今天第3组所有的讯息。那若是喜欢64的解牌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分享并留言哦。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喽，拜拜。